早安！现在呢是早上9点，我们在这个小镇叫做 Viseu de Sus。然后今天早上的活动呢是不骑车，我们来这边搭一下这个当地非常有名的这个蒸汽火车。听说它也是全欧洲最后一个还在跑着的蒸汽火车。所以这边可以看到，就是9点会出发的这个，它的车头是真的是有在喷气的。那我们搭的是等一下9点半的车，所以现在来四处看看一下。9点半的火车来了，这就是我们等一下要搭的。哇，这是 driver 耶 ，Hello， 很帅。在瓦瑟河畔，距离乌克兰边境几公里以南，是欧洲最后一条森林窄轨蒸汽铁路莫卡尼塔。与运行在1435毫米轨距上的标准轨距火车不同，莫卡尼塔轨道的轨距是760毫米，可以更轻松地进入隐藏在百年老森林中的岩石山谷，在野外的每一处斜坡上辛勤地工作。莫卡尼塔是一列小型蒸汽火车，全年运行。每天早上载着空车厢前往森林，在卡帕蒂亚山脉行驶40公里，载着沉重的原木返回家乡小村庄。火车穿过群山和森林，沿着山谷和河岸前行，为 Viseu de Sus 的锯木厂和木材行业运送木材。这条线路在1933年修建，共有约63公里的线路。如今，根据运营条件，每天只是开放约45公里的线路。旺季的时候，旅游列车会开21公里到 Pulting。Viseu 的人们已经在这条线路上工作了好几代，蒸汽火车是他们每天前往森林和晚上回家的交通工具。近几年，蒸汽火车比较少用在生产列车，而更多的是用作旅游列车。那这趟蒸汽火车呢，总共是2个小时单程上山，然后之后就会停留2个小时，让我们在附近探索吃午餐，再搭2个小时下山。那现在我们已经搭了1个小时，现在中途休息、上厕所，还有就是买一些吃的或者是纪念品，这些是用来燃烧蒸汽的木。哇，看这蒸汽，尤其上山的时候，那个蒸汽更黑更浓。11点半，我们到了终点站。这个不是整条铁路的终点站，不过是旅客的终点站。然后在这边我们就会停2个小时吃午餐，过后再搭回同样的火车下山。Lunch time。
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这个是普通的车，把它改造成这个火车轨道跑的。乌娜，午安！现在是下午3点半。我们今天早上搭了蒸汽火车，那现在回到了酒店，全部 set up， 现在准备出发到另外一个 region 叫 Bukovina。现在离开 Vasil 的 Sus， 我们的目的地呢，其实是要去 Bukovina 的 Suceava， 总行程是200 click， 将近3个小时。那现在已经4点了，所以应该没办法可以骑到，所以我们决定把路程作为2半，骑到一个中间点，大概100 click 这样。那应该是一个山中小镇啊，到时候再决定看要停在哪一个小镇，看看我们的进度。6点之前啊，会骑到哪里？其实最重要是天气，因为现在又在下毛毛雨了，而且在山中骑行的话，那个蜿蜒的山路应该也会让我们的骑行变慢。那我已经穿好雨衣了，一方面防雨，更重要的是要保暖，因为这边只有12、13度这样，这个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冷哦。可能是因为北边的关系，所以它的温度跟南部这种夏天真的很热的那种温度是很不一样。前往 Bukovina 的路线会经过 DN16 Prislop Pass， 这是穿越卡帕蒂亚山脉最美丽的公路之一，全长50公里，连接了 Maramuresh 和 Bukovina， 横跨 Rodney 山脉。海拔超过1400米，是卡帕蒂亚山脉东部最高的公路，也是这趟罗马尼亚魔旅其中一条重点骑行的盘山公路。Bring you back to me. Until then, let me sleep until the warmth of the sun is on our side.下午6点，我们到了 La Kobeni， 现在要找一家进去。这边找不到住宿 La Kobeni， 我们往下一个 town 叫做 Valtradoni 的去。从 Google Map 看到那边比较多住宿选择。我们到了包叉州呢，今天也在下雨，这天空应该是已经下很久了吧。我们现在在等钢铁侠询问这一间酒店，前面那边还有一间，这边比较多选择。我看它样子也是属于比较大的这个市镇啊，希望尽快可以找到。这边好冷啊！福利部。哦。Okay. You wait here. You hold my glove. You take my Vespa. Yes. You wait for me here. Okay. 去钢铁侠骑我的 Vespa 四处去看一下，真的好冷啊！这个是16度。钢铁侠问到这个本地人。说这本地人打了电话帮我们找酒店，
现在他前面驾着车带着我们去这个住宿的地方 Casa Monica。 OK。 down there at Kalimani, it's 100 euro. Oh, 100 euro per Yeah, night. Oh, yeah. okay, okay. Yeah, here is only 50. Okay, cool. Yeah.